周姐，你也太大方了，这家店平时咱们都不敢进来，纯色都要200多呢，你真请咱们全组啊？那当然，我说了请大家，姐妹们尽管挑全店最贵的款式做，别给我省钱。周姐，你发财了，我这款做了快1000呢。不贵不贵，大家开心就好，难得一次嘛。您好，13位女士总共消费5370元，请問怎麼支付？報手機號，會員口扣費。手機號是13800。對不起，這位會員設置了消費驗證碼，沒有驗證碼扣不了款。什麼？驗證碼？寶兒，你手上的美甲都做了快1個月了吧？今晚下班咱們一起去美甲店換個新款。我不去了，明姐。怎麼了？那家店款式可全了。我今天剛查出懷孕6週，醫生千叮萬囑，頭3個月是穩定期，美甲美肌這些帶化學驗制的一律要停掉，對胎兒不好。哎呀，懷孕有什麼關係嘛？我認識那家店的老闆娘，他們家用的全都是進口材料，孕婦都能用的，一點味道都沒有。真不行，再好的材料也是化學藥劑，我得聽醫生的。那好吧，本來還想請你呢，你不去，那我請別人了。奇怪，周敏今天怎麼突然想起請客做美甲了？我也納悶呢。昨天中午他還在工位上唉聲嘆氣，說房貸6500，車貸3000，工資剛發就花光了。他昨天還問我能不能借500塊周轉幾天呢。對啊，她老公工資還沒她高，家裡全靠她撐，平時公司聚餐 AA，她從來都是那個裝死不給錢的。上回海底撈結賬的艾特她好幾次，她另是裝沒看見。就這種經濟狀況，她請全組10來個人去那家網紅店，基礎款都要200起步啊。這卡別人也能用嗎？可以的姐，咱們店不設實體卡，報手機號和幸運就行。我就說他那個笑怎麼品都不對味兒。莫非他想刷我的卡？也許是我小人之心了，萬一他是真的發了獎金或者中彩票了呢？但我這心裡總覺得不安。不行，我得確認一下。店長，我想確認一下，是不是任何人報我的手機號和名字就能直接用我卡裡的錢？是的姐，咱們店為了方便客戶是不需要實體卡的。那能給我設置一下嗎？必須我本人同意才能消費。明白了姐，我們可以給您設置一個消費驗證碼，以後每次消費前系統都會給您預留的手機號發一條驗證短信，必須憑驗證碼才能扣款成功，您看行嗎？太好了，就這麼辦，麻煩立刻生效。既然姐妹們都到齊了，快別忙了，聽我說，今天下班都有空吧？我請大家做美甲。真的假的？周姐，你今天中彩票了？就是啊，哪家店啊？我這手都操了好久了。就公司楼下那家網紅店，我朋友在那充了卡，不用白不用。朋友充了卡，不用白不用。琳琳，你真不去啊？那家店新到了好多夏季新款，貝殼甲冰透色，可好看了。真去不了，敏姐，醫生的囑咐我不敢不聽。哎呀，你就是太小心了，我都替你問過老闆娘了，他們家用的全是進口甲油膠，孕婦可用的，一點味道都沒有。進口的也是化學藥劑，還是算了。你之前不是最愛美了嗎？做個簡單的又不礙事，難得我請客，你都不給面子。真不用了，敏姐，分明是想拉我過去當面買單吧？我是說，我晚上約了去醫院複查。那行吧。我要做一個法式，再加點碎鑽，夏天嘛，就是要閃閃的才好看。小劉，你不是一直想做貓眼嗎？今天隨便挑，我買單。真的呀，周姐，那我不客氣了。王姐你也來啊，別客氣，難得奢侈一次。林敏，你看那群了嗎？加周敏一共13個呢。我正算呢，就算每人只做最便宜的200塊基礎款，也要2600。你看這價格，法式貼鑽680，人氣貓眼580，要是手繪定制直接700往上走，
周姐這是瘋了吧？她哪來這麼多錢？我也在想，萬一人家真搞到錢了呢？也許是家裡給的，或者是老公发獎金了。但我总觉得心慌，手心都冒汗了。就你那個抠门同事周敏，他請全組10多個人美甲，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我也覺得奇怪，他以前不是總說美甲又貴又傷指甲，做美甲的都不是正開過日子的女人嗎？他還真有臉說，上次你帶他去，他全程念叨幾百塊是搶錢，結果做完之後对着燈光拍了幾十張照片，在朋友圈炫耀了好幾天。那之後他還軟磨硬泡讓我請了他2次，回回都說下次我請，哪次見他掏過錢。後來我躲着他，他還跟別人說我小氣，說我充了1萬塊會員計較這2次請客。我是怕了他了，沒想到這次他變本加厲。慢點兒，今天复查很重要，別想那些糟心事了。反正已經設了驗證碼，他刷不了。是美甲店店考發的微信。13個人，時間人數全對上了，就是周敏他們。怎麼了？臉色这麼難看？沒事，就是周敏他們已經去那家店了，而且報的是我的會員號。但我已經跟店長打過招呼了，沒有我的驗證碼，他今天1分錢也別想從我卡裡花出去。周敏這朋友圈發的可真囂張啊！今晚周姐買單，姐妹們衝壓，下面全是吹捧她大氣的。他發財了，這家店可不便宜。你看他回的，不貴不貴，大家開心就好。這姿態拿捏的真夠穩。一個人700多，13個人，周敏1個月工資才8000多，房貸就扣6500，他哪來的底氣這麼鋪張？除非他從頭到尾就沒打算花自己的錢。琳琳，到你了。來了，你幫我拿着，我先進去做檢查。注意情緒，頭3個月要放輕鬆。怎麼了？是不是結果有什麼問題？你自己看吧，你這手機快爆了。5370塊，這是他們刷的，13個人的美甲，全按最貴的挑，這是折騰了5個小時啊！周敏這是要把我的卡當提款機刷啊！你看看這群397條消息，7點半周敏就把我拉進去了，我沒理他，結果8點20小劉也發了，接着是9點，王杰也發了那支做了一半的星月款，說我同意了，回頭請我吃飯。他們這是集體道德綁架呀！10點的時候，周敏就憋不住了。接下來1個小時，他每10分鐘就艾特我1次，語氣越來越急，最後直接發語音了。琳琳，你快看手機啊！大家都做完了，就等你驗證碼了。我1條都沒回，他接着就打了62個電話，連財務部的張姐都打了。姐，您那桌客人消費完畢，總計5370元，未獲得驗證碼，扣款失敗。客人說讓您明天來補付。他們哪來的臉讓你補付？店長還說，那個周敏在店裡罵了我半小時，說我故意不給碼讓他難堪，還說我不配做同事。別氣了，為這種人不值得。我不是氣，我是想看看周敏明天要怎麼收場。不用補付，我沒有授權任何人使用我的會員卡，這次消費跟我無關。明白了姐，那我們會正常向客人收費的。早啊。早，琳琳姐。前台这反應，看來周敏昨晚在群裡沒少冤算我。早啊，琳琳。早。
昨晚挺热鬧的吧？听说你們組全員去美甲了？我沒去，不太清楚。也是，這種熱鬧，一般人確實消受不起。林姐，你来了。早。昨天晚上那个验证码的事儿，大家在店里等了挺久的。你看这事儿，琳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在这儿装什么白莲花？昨天晚上姐妹们兴高采烈的在美甲店等你，足足等了你1个小时，整整1个小时啊！周敏这火气够大的，看来昨天在店里丢人丢大发了。他那是自找的，拿別人的卡裝什麼大款啊？你倒好，消息不回，電話不接，裝死裝的挺徹底啊！到最後，全店的人都看着我，你連個驗證碼都不肯給，你讓我在店裡怎麼做人？你讓這10幾個姐妹怎麼想我？你看，他開始道德綁架了。明明是他偷刷卡，現在倒成林明的錯了。小劉，你們昨晚等得很辛苦。確實等挺久的，店裡都要打烊了，店員催得緊。聽見了嗎？13個人的美甲5000多塊啊！最後店員看着我就像看騙子一樣，非逼着我當場付錢。我身上連幾百塊現金都沒有，最後還是刷了信用卡分期。琳，我房貸都沒還，這個月你讓我怎麼過？你讓我全家喝西北風嗎？所以這還是我的錯了？琳，我又不是不還你。咱們同事這麼多年，你還不了解我嗎？我就是手頭緊，借用一下你的卡。下個月發了工資，我肯定1分不少還你。你至於在大夥面前這麼給我難堪嗎？這演技不去拿奧斯卡可惜了。借用？周敏，你管這種行為叫借用？招呼都不打一聲，直接帶13個人去提現，你把我當什麼了？移動提款機？我那不是急着帶大家去，忘了說嗎？忘了說，周敏，你昨天總共給我打了幾個電話，你數過嗎？62個，我替你回答了，整整62個未接來電。不光是你，還有小劉、王姐，甚至群裡好幾個都在輪番轟炸我的手機，微信裡艾特我幾十次，群裡討論的那叫一個熱火朝天。大家都在幫我算這卡裡還剩多少錢，都在商量怎麼挑最貴的款式做。我們那是看得起你，看得起我，那是看得起我的錢包吧？你們在那兒美伊姿的選款式的時候，有沒有一個人想過，這卡是我的？有沒有一個人問過我，同不同意讓你們這麼揮霍？現在告訴我，這叫借用？回答我！怎麼都不說話了？天哪，剛才我沒聽錯吧？62個未接來電，這哪是借卡，這是奪命連環扣啊！噓，周姐那臉色比死人還難看。周敏，我沒給你喘氣的機會，是因為你根本沒打算給我留餘地。你說借用，行，那咱們讓大家看看你到底是怎麼借的。這句話是你發的吧？琳卡裡餘額挺多的，姐妹們隨便挑。周敏，你一個招呼不打，帶10幾個人去透支我的卡，回頭還要問我這叫不叫借？我那不是……告訴我，這是在問我借，還是在替我大方？琳，我那不是怕姐妹們不好意思挑便宜的嗎？我想着咱們大家平時工作這麼辛苦，帶大家放鬆一下有什麼錯？再說了，你卡反正都充了1萬塊了，放那兒也是放着，不用白不用。大家都是一個辦公室的同事，低頭不見抬頭見，做個美甲怎麼了？你至於這麼上綱上線，非要在大家面前羞辱我嗎？不用白不用，周敏，你的邏輯可真讓我開眼。我的錢，你憑什麼覺得可以不用白不用？這話說的真是絕了，拿別人的錢做自己的人情，還嫌別人計較。周敏，你少在這兒偷換概念，你口口聲聲說我不夠大方，說我計較。那我問你，你昨天中午在工位上是怎麼跟我哭窮的？你胡說什麼？前天中午，你求爺爺告奶奶的找我借500塊錢周轉房貸。怎麼，那會兒你還沒發財呢？
晚上轉頭就要替我花5000多。什麼？借500？真的假的？昨天還在借錢的人，晚上請全組人做美甲，他拿什麼請啊？合着搞了半天，他真是刷別人的卡充闊綽啊！周敏，你現在跟我說，這叫不計較？快看周敏那臉，這回是真丟人丟到家了。剛才還叫喚的震天醒，口口聲聲說自己請客，原來是個連500塊錢都要開口借的假富婆啊！玲玲，你別在這胡說八道！我什麼时候找你借过錢？你這是污蔑！污蔑？周敏，你覺得到了這一步，你那張嘴還有什麼可信度嗎？行，既然你說我污蔑，那我就幫大家把真相看個清清楚楚。大家看清楚了，這是前天中午12點08分的聊天記錄，實名認證也是你周敏的名字。天哪，還真借了！前天求人借500，昨天拿別人的會員卡充大頭，請全組做5000多的美甲，這也太離譜了吧！這哪是請客啊，這簡直就是搶劫，花的還不是他自己的錢，這人情做的可真便宜。我說呢，昨晚在店裡他怎麼突然那麼豪爽，一個劲兒催我們挑貴的，合着是拿玲玲的錢给自己清之前的舊賬啊！拿別人的血汗錢給自己立大方人設，這算盤打得我在財務部都聽見了。我不是那個意思，玲玲，我就是一時糊涂，真的，我就是一時糊涂，我只是想請大家做個美甲，讓大家開心一下，我真的沒想那麼多。你沒想那麼多，周敏，你做人情的時候倒是大方，花我的錢，你是一點都不心疼啊？你的算盤打得可真是精。就是啊，這算盤打得震天響，感情我們都被他給耍了。明姐，你昨天明明說的是你請客，我当時還想做個基礎款，是你非推着我選這款700多的法式，還說不用客氣，卡裡錢多的是，這不就是坑我们嗎？我也一樣，我本來選的那個才200多，你非要我選那個880的手繪，你說好看不貴，有人買翻我才選的，現在玲玲沒同意，這筆爛賬你讓我自己掏，你想得美！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想讓大家開心一下，我沒想坑誰啊。周敏，別裝了，你昨天在群裡說的那些話，大家可都留着記錄呢。你明明說的是這次請客就當是抵了之前借我們的錢，一筆勾銷。我們想着都是同事，也就懶得跟你算細賬了。你現在難道想告訴我們，這債也沒清，錢還要我們自己付？那你這一波不是把我們所有人當猴耍嗎？我没，大家伙兒聽聽，原來這5000多塊的美甲是周敏用來平賬的工具。周敏，你借大家的錢不還，拿我的卡去清債，這賬面做的可真是漂亮啊！玲玲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要是不同意，你早點說，你不要等大家都做完了才卡住驗證碼，你就是想讓我出醜，你就是想看我哭。我昨天中午拒絕的時候說的還不夠清楚嗎？你不問自取叫偷，你這叫借還是叫行竊？我真沒想那麼多，我就想讓大家開心一下，大家幫幫我，這錢我真拿不出來啊！請客變錢債，這哪是我們幫得起的？是啊，880呢，你自己請的客，你自己買單唄。怎麼了？一大早吵吵嚷嚷的，這裡是菜市場嗎？陳姐，周敏未經玲玲同意，擅自盜用玲玲會員卡，請全組同事美甲，消費5370元。現在玲玲否認授權，周敏自己拿不出錢，鬧成這樣。周敏，張姐說的都是真的。陳姐，我只是想讓大家高興一下，我沒想到玲玲會這麼絕。我不想聽你的解釋，在這個公司靠的是能力，不是靠這種卑劣的手段去占別人便宜。你也是5年的老員工了，簡直丟公司的臉。我拿不出來5000多，陳姐，求求你幫幫我，我房貸都還不上，要是被銀行拉黑，我以後連路都走不了了。陳姐，樓下那家美甲的店長帶着賬單上來了，他說如果拒不付款，他馬上就報警起訴周敏。什麼？報警？報警？這事兒鬧大了，丟臉丟到派出所，這輩子算是毀了。玲玲，你帮帮我，求求你帮帮我！你现在给店长打个电话，你就说你昨晚是忘了回乡消息，请你是同意我用卡的好不好？我发工资一定还你，我发誓，我这次真的还。周敏，到這時候了，你還想讓我替你撒謊兜底？我真的會還。別演了，我今天早上剛查過，你的徵信已經連3累6了。你怎麼知道？連3累6？
那不就是連續3個月逾期累計6次以上？我的天，這就是黑戶啊！怪不得天天跟咱們幾百的借錢。我就說他怎麼總是卡着點借錢，這種信用，他說下個月一定還，你們誰信？這種老找你借幾百塊周轉的人最麻煩，真有難處會回回都差幾百。他這不是缺錢，是習慣拿別人的錢填自己的窟窿。也許是暫時周轉不開。你查查他征信就有數了。他這種狀態，8成早就爛透了。一個人偶爾周轉不開很正常，但你不是第一次了。100、500，你借的數額永遠卡在大家不好意思拒絕的界限上。你是習慣拿別人的錢填自己的長期窟窿。夠了，事情爛到這個地步，公司也有規矩。至於你們，做完美甲的，要麼自己把錢結了，要麼跟周敏協商。公司不是慈善機構，既不插手，也不背書。陈姐这是不管了，那这钱真要咱們自己掏？5000多塊啊，平均攤下來一個人好幾百，憑什麼？明姐，我那個700多的美甲，你要是不給我付，我就只能自己認栽了。可我是因為你說了請客我才做的。小劉，我當時真的以為……你以為就可以刷別人的卡充大頭嗎？你要是不請客，我壓根兒不能做這麼貴的款式。我半個月生活費都在這支架上了，你讓我接下來的日子怎麼過？就是啊，我本來只想做個200塊的基礎款，是你周敏一直湊在我嘴邊，說這個星月款好看，說那個鑽顯白，說有人買單，讓咱們別客氣。現在好了，玲玲不買單，你讓我自己掏880。我昨天回去還跟我老公吹牛，說單位同事大方請客，我難得奢侈一回。結果現在這賬得我自己認，憑什麼？周敏，昨天在美甲店你可不是這副慫樣啊！你當時點得多順嘴啊！現在出事了，你一句我沒想到就想打發啦？咱們可不是故意佔你便宜，是你自己滿辦公室嚷嚷要請客的，你心裡明明門兒清花的是琳琳的錢，這就是誠心挖坑讓咱們跳啊！你總不能現在裝沒這回事吧？店長還在會客室等着呢，這錢你到底出不出？周敏，你別光顧着哭啊！剛才店長說了，報警的話，咱們一個都跑不了。我可不想因為這點錢去留個案底。就是，現在裝什麼可憐？趕緊拿個準話，這錢你到底什麼時候吐出來？我知道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姐妹們，求求你們，再給我點時間，我肯定想辦法。給你時間？昨天你騙我們刷卡的時候，怎麼不給玲玲時間商量？我現在一看見這指甲就覺得惡心。別看我家裡房貸也緊，880呢，夠我孩子1個月奶粉錢了。行了，都別吵了，在這兒吵，錢也變不出來。店長還在會客室等着，陳姐剛才的態度大家也看見了，公司是不可能給這筆錢擔保的，再鬧下去，驚動了老闆，咱們全組的績效都要受影響。張姐，那你說怎麼辦？總不能真讓咱們當着冤大頭吧？我的建議是，現在咱們每個人先把各自那份錢墊給美甲店。憑什麼？墊上是為了不讓店長報警，不把事情徹底鬧大。這筆賬我會統計清楚，墊完之後，咱們逐個找周敏簽欠條。周敏，欠條簽了，咱們就按規矩來，回頭你慢慢還大家。但如果下個月發了工資你還不還，我們就直接走公司流程，把欠條交到人事部，申請從你每月的工資裡強制扣除。別從工資裡扣，張姐，算我求你，千萬別鬧到人事部，我一定還，給我點時間，我今晚就去借，我去想辦法，哪怕借高利貸我也還你們。大家都是同事，機會我們給過你了，這錢你今晚必須拿個態度出來。別碰我！昨晚那聲周姐當我餵了狗了，700塊錢，我得省吃儉用1個月，你可真行。還周姐大氣呢，這大氣要是建立在偷別人錢的基礎上，誰受得起啊？陳主管，昨晚這13位客人的美甲服務全部由我們店頂級技師完成，耗時5小時，項目屬實。預約時，這位周女士明確報的是林女士的會員號，但我剛與林女士通話，她明確表示並未授權。那就是誤會，我們是同事，平時經常借着用的，我以為她……周女士，辦案講證據，結賬也講證據，請問你有林女士允許你消費5000元的聊天記錄嗎？
如果没有，那这就不是借用，而是冒用他人信用。5370塊，按法律流程走，这叫欺騙。我們店打開門做生意，絕不吃這種悶虧。法式680，貓眼580，手繪款880，還有那款高定制720。周女士，我記得昨晚你在店裡指點江山的時候，不是挺大氣的嗎？你說姐妹們隨便挑，不用客氣。昨晚那股阔绰勁兒上哪兒去了？怎麼今天不僅不大氣了，還打算賴賬了？玲玲姐，你是没看见，店长那气场簡直絕了，問得周敏臉一頓白一頓青，跟變色龍似的。周敏在那兒連大氣都不敢喘，平時占便宜那股機靈勁兒全沒了，真是應了那句話，有多大臉現多大眼。拿別人的錢堆出來的體面，本來就是一戳就破的泡沫。是關中王來了。是一张刷200。抱歉 ，POS 機提示餘額不足，請換一張。我分2張卡，再加點花唄，行嗎？我真的只有這麼多了。結清了，周女士，在這兒簽字。嘿，你們聽說了嗎？就是財務部那個周敏，昨晚拿別人的會員卡請全組做美甲，結果今天店長直接殺到公司來堵人了。真的假的？他平时看着挺大方的，經常買下午茶啊。大方，那是拿別人的錢買面子。聽說琳琳當場揭穿了他，差點就打電話報警了。丟死人了，連店長都找上門催賬，這在咱們公司還是頭一遭吧？哎，你當時離得近，那店長真那麼兇？可不是嘛，賬單直接拍在桌上，一筆一筆的對。周敏當時嚇得臉都白了。平時瞧他挺會來事兒的，到處蹭人情，這回總算踢到鋼板上了。我是看清了，這人吶，虛榮心太重，遲早要出事。聽說他房貸車貸都還不上了，居然還敢刷別人5000塊做美甲，真是瘋了。這句話比罵他10句都狠，因為這是把他昨晚最得意、最虛榮、最想裝出來的樣子，原封不動的又摔回了他自己臉上。陳姐，我下午想請半天假，身體有點累。去吧，琳琳，今天這事兒你也受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別想太多。怎麼了？臉色這麼白，內心粥的又做燒了？沒有，處理完了，就是覺得累。老婆，別為那種人氣了。我是替他覺得悲哀，一個人的路真的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。他原本有機會體體面面的做個好同事，可他偏要把所有人的信任都當成透支的資本。貪小便宜吃大虧，他太想用別人的錢去粉飾那點可憐的虛榮心了。是張姐。怎麼說？琳琳，我們已經跟店長達成協議了，各自付了自己的那份。周敏的那份他自己刷了信用卡，陳姐說下周會找他正式談。張姐問我要不要追究他盜用會員卡的事兒，她說如果我要走法律程序，公司可以出證明支持我起訴周敏。你打算怎么做？5000多塊夠立案了。先不追究了，但他欠我的道歉，欠所有人的解釋，不能就這麼算了。OK， 明白。你好，這裡是周敏女士，她今天沒來。請轉告周敏，她的信用卡已嚴重逾期，若今日下午5點前處理，我們將採取還貴司人事部。媽呀，又是催債的，知道你湊錢呢，還沒來呢。第1天，直到馬上第3天了。他第1天我還以為他去湊錢了，這都第3天了，我看他是徹底不敢露面了。能來才怪，偷刷會員卡的事兒全公司都傳遍了，再加上這催燒電話，人設碎了一地。陳姐，人事部那邊讓您過去一趟，銀行催燒電話又打到前台了，剛才老板路過聽見了，發了老大的火。老板說什麼了？老板說咱們公司不是前台聯絡站，讓周敏立刻馬上結清關係走人，說這種人品有瑕疵的員工1秒鐘都不能留。你來了。小劉，我那份文件。陳姐說明，
你的工作全部由我接手。你现在先去人事部，他们在等你签。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在这儿干了5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周敏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已经嚴重干擾了辦公秩序。再說，你擅自盜用林林會員卡的事，林林雖然沒起訴，但公司不能裝作不知道。好聚好散吧，簽了字，對大家都體面。总算走了，那吹哨電話聽得我心驚肉脹。這就是活該，把大家當猴耍，最後把自己耍出去了。體面是自己掙的，臉面也是自己丟的。當你決定透支信用的時候，就該想到這眾叛親離的一天。我們家都快揭不開鍋了，你居然還有臉拿別人的錢去裝體面？5000多塊的美甲，周敏，你是不是瘋了？那是為了拉近關係，我為了誰啊？我還不是為了讓別人瞧得起我，為了全家有面子。面子能給你還房貸嗎？能替你填窟窿嗎？我現在才看清，你根本就是沒底線。我壓力大呀，我全家都看。真正看得起你的人，不會因為你請次美甲就高看你；真正瞧不起你的人，你花再多也買不來尊重。你現在落得這個下場，全是你自己作的。最近手頭也緊，不好意思啊，上次你借我的300還沒還呢，我這兒也難。周敏，不是我沒錢，是我算了吧。想什麼呢？這麼入神。在想這張卡，剛才整理東西翻出來的，裡面還剩8000多。你要是想做，等孩子出生了我陪你去。懷孕了，暫時做不了了。浪費在那兒也可惜。姐，手續已經走完了，8320塊原路退回到您卡上。先恭喜您啊，要做媽媽了。謝謝，這段時間確實不方便做了，放着也是浪費。姐，說句心裡話，這卡退了也好。您是不知道，那天那位周女士真是把我們全店的人都看傻了。姐，我看人看多了，這辦會員啊，有的人是為了方便自己，可有的人盯着別人的會員卡，是存了心想佔一輩子便宜。這款貝殼甲配這個碎鑽真的好看。是的，這款是咱們店的明星定制款。是啊，我以前總覺得同事之間分得太輕傷和氣，總想着能幫就幫，能讓就讓。所以啊，這邊界感啊，真是得有。模糊了邊界，換不來真心，只能換得得寸進尺。善良不是無底線的讓動自己的利益，也從來不一定能換來尊重。你越好說話，別人就越覺得你活該吃虧。過想要的生活，這些都沒錯，錯的是沒有鋒芒的忍讓。下一次，我絕不會再把我的卡號告訴任何一個不相干的人。有些虧吃一次就夠了，有些人認清一次也就夠了。玲玲姐，你現在忙嗎？我能跟你說2句話嗎？有事。玲玲姐，那個我能耽誤你2分鐘嗎？請說。姐，我是來找你道歉的。道歉？那天美甲的事，我當時真是被周敏那句免費請客沖昏頭了。你也知道，她以前在群裡說話挺帶節奏的，我當時還跟着起哄，在群裡發什麼愛你哦。我回去之後越想越覺得自己不是個東西。說白了，我當時就是起了貪小便宜的心，覺得有人買單，不做最貴的就虧了。要是那天你沒設驗證碼，我們這群人說不定真就順着周敏，把這髒水全潑你頭上，讓你當了這冤大頭。姐，真的對不起。知道錯就行。你不是這件事的主謀，但貪欲確實容易讓人瞎了眼。這是周敏之前留下的交接缺空，以後在這行做，長個記性，便宜不是那麼好佔的。會的，姐。我真的記住了，以後絕對不會了。辦公室裡以前那種理直氣壯白嫖的氛圍，在周敏辭職後徹底消散了。
哎，王姐，你那个某平台的会员借我用一下行吗？我想看那个职场剧。行啊，我扫给你。谢了，咱按市场价，我转你5块钱租金，不然我以后不好意思开口。哎呀，咱们这关系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家不是终于变抠了，很多东西一旦不分清楚，到最后伤的不是钱，而是边界感，才是社交的保護伞。琳琳姐，听說你有那個大型商場的全天停車券，我周末想帶孩子去逛逛，你看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，能省幾十塊錢呢？琳琳姐，你就幫幫妹子唄，那商場停車費一天好幾十呢，你那兒券多，分我一張又不費事，對吧？不好意思啊，這種私人券我現在都不愛借了。啊？這一張券而已，你又用不完？就是因為私人東西容易扯不清，所以我改了規矩，抱歉。行吧，沒事，那我自己去買。今天隔壁組有人找我借停車券，我給拒了。哦，以前你不是最怕拒絕別人嗎？總說抬頭不見低頭見的。是啊，但經歷了那件事我才看透，真正有分寸的人聽到拒絕會理解，只有習慣佔便宜的人才會因為你守住邊界而不滿。我不想再為了遷就別人而委屈自己。這不挺好？老婆，記住一句話，人情要有底線，善良必須帶點鋒芒。周敏，好巧，是挺巧。周敏，發什麼呆呢？那邊那箱紙巾趕緊補上，磨磨蹭蹭的，還想不想拿全勤了？來了，馬上好。你快生了吧？快了，還有1個月，挺好的，有老公疼，日子過得穩當，真好。我現在在這做兼職，下班後再去新公司。沒辦法，新公司工資比以前低，信用卡分期又月月壓着我，家裡也鬧得挺亂的。其實我後來想過很多次，當初到底為什麼會走到那一步。琳琳，你知道嗎？我那時候真的嫉妒死你了。我嫉妒你手頭寬裕，一充值就是1萬塊，嫉妒你老公天天接送，連產檢都沒缺過席。我那時候想，只要我能請全組人做一次昂貴的美甲，只要我表現得足夠大方，大家就會像圍着你一樣圍着我，會覺得我也過得很好，也會有面子。我太想在那幾小時裡當一次有錢人了，所以我才動了那個歪心思，騙大家說那是我的卡。我想着，反正你那麼有錢，借我用一下怎麼了？你肯定不會發現的。所以，你拿我的錢去填你自己的虛榮心。是啊，拿別人的錢裝自己的體面，裝到最後體面碎了，人也跟着毀了。琳琳，既然都碰到了，你能不能再幫我一次？就這一次。琳琳，你現在方便嗎？我最近真的挺難的，要不你先……你是想借錢？不是，我就是最近真的周轉不開了，其實也不用太多，1000不800也行，我下個月發工資一定還你，真的，這次我肯定按時還。我現在被那些信用分期壓得喘不過氣，再加上孩子這學期的興趣班費，家裡生活費都沒了。琳琳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對，可我現在是真的沒辦法了。你現在日子過得這麼穩，手裡肯定不緊，你就當幫我過這一關行嗎？800塊對你來說也就是一頓飯錢啊。800塊是一頓飯錢，周敏，你是覺得我錢多，所以就該理所當然的拿出來填你的窟窿？我也沒說讓你白給，我說了會還的。你現在都快生了，給自己孩子積點德不好嗎？積德？周敏，你到今天都沒明白，別人不幫你，不是欠你的。你剛才跟我說了半天後悔，認了半天錯，可你所謂的後悔，就是站在這兒，先承認自己嫉妒我、算計我，然後下一句就問我能不能再借你一點。我那是實在沒辦法了。你不是沒辦法，你是沒改掉拿別人當退路的惡習。以前你借的是50、100，借的是會員卡，現在你什麼都你還是下意識的想來找我兜底。那你拉我一把怎麼了？你充1萬塊卡的券抖也都不罰，現在看我在這兒搬貨，你心裡肯定挺得意的吧？看我這麼慘，你借我幾百塊平衡一下不行嗎？這人怎麼回事？借錢還運出仇來了。我心裡最後那點若有若無的唏噓，也在這一瞬間徹底散掉了。他不是後悔害了我，他只是後悔自己翻了車。周敏，我能理解你過得難，但我不會再替你的貪婪承擔任何後果。也是，換我也不會借。
周敏，讓你摆個紙巾，你在這聊起天來了。那邊的散貨還沒理完呢，還想不想幹了？不幹趕緊捲鋪蓋滾蛋！來了，主管，我馬上好。那件事，我後來真的後悔了。後悔？晚了。有些後悔，不過是走投無路時的投機取巧。琳琳，你趕緊把水放下，看一眼这個。受害者？这受害者又是從哪兒論的？你點開群成員看看，全是那天跟着周敏去做美甲的人，這會兒正跟着起哄呢。你再往上翻，周敏在群裡發的那個長篇大論，簡直能把人氣樂了。你聽聽這邏輯，我失業了，信用卡爆了，家庭都要散了，全是因為琳琳臨時反悔。他居然說你當初在辦公室裡已經口頭默許他用卡了，還說你本來答應請全組，結果臨陣脫逃，故意設驗證碼看大家笑話。他這劇本編得夠玄幻的。既然大家都做了美甲，憑什麼我這不出面的人得出錢？他想得美。他說5000多塊錢不能讓他一個人扛，建議有錢的出大頭，做了項目的出小頭。而你既然有錢，一口氣充1萬塊卡，就該拿出同等情分把大頭認下來。這又是什麼？偽造的情況說明？字是他自己打的，可口兩全是學你的。大意就是說你懷孕了，情緒不穩，臨時後悔沒給碼，希望大家體諒。琳琳，我都要佩服他這不要臉的本事了。這盆髒水要是潑實了，你在這公司名聲就徹底臭了。聽說那美甲群裡吵瘋了，周姐挺慘的。琳琳是不是真的答應過啊？這事兒真是反轉又反轉，誰知道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老婆，你都知道了。張姐已經把群截圖同步給我了，她怕你氣出個好點兒，讓我先穩住你。他是真的豁出去了，那張偽造的說明，還有在群裡拉人分攤債務的話，這擺明了是要把我拽進泥潭裡。他這叫法盲的垂死掙扎，他越想攪渾水，我們越要冷靜。老婆，你別急着在那個小群裡應他，他現在就等你的情緒失控，好繼續編排你。你現在聽我的，做3件事。第一，把他群裡所有造謠、煽動、平攤、偽造說明的內容全部錄屏，保留成員名單和準確時間，一張都別漏。第二呢？聯繫美甲店店長，要回周敏簽字確認的項目單，還有他刷自己那部分信用卡的原始單據，那是他承認債務的鐵證。第三，不要去解釋，直接在公司大盤發一份中立的完整的時間線說明，只講事實，不帶情緒，絕對不要點名辱罵。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你失控，只要你下場跟他扯，他就能繼續編。你心虛，你仗勢欺人，所以你越客觀，他越站不住。如果他繼續偽造材料，或者去社區或者家裡鬧呢？那就讓他鬧，他去得越遠，留下的痕跡越多，對我們越有利。既然他喜歡編劇本，我就給他補全證據鏈。對，就是要這樣。我看那些被他忽悠的人還有什麼話說。我的天，琳琳在群裡發長文了，全是截圖啊，預約記錄、驗證碼短信，連周敏前一天借500塊的記錄都有。各位，事實都在群裡，我從來沒有授權任何人使用我的會員卡，更沒有所謂的口頭默許。如果有人覺得那5000塊該由我這個受害者來平攤，那咱們可以現在請法務部的同事來聊聊。真惡心，差點被他當槍使了，趕緊退群啊！那種受害者群，這多心臟。媽來了。看起來是的。回來了，我給你們燉了點湯。琳琳現在懷着孕，正是不穩的時候，得好好補補。謝謝媽。媽，下次過來先打個電話，琳琳需要休息。你看你這孩子，我這不是心疼兒媳婦嗎？琳琳啊，其實我今天接到個電話，周敏打的。你猜到了？哎呀，你是沒聽見，那姑娘在電話裡哭的那個慘啊，說你把她逼得連工作都沒了，現在信用卡天天催債，家裡也要散了。她還說什麼了？她說她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請大家高興高興。琳琳，媽也不是偏袒外人，可她現在確實挺難的，又是失業又是負債的，要不你跟公司求求情，或者那錢……媽，您是覺得
誰哭的聲音大，誰就有理，對嗎？媽，他還跟您說什麼了？他能說什麼？無非是哭，說他就是一時糊塗，没想到你会把事情捅到主管那儿。他说你们年輕人之间闹點矛盾很正常，沒必要非把人往絕路上逼。琳琳，媽真不是偏袒他，可他發來的那些照片，又是孩子哭，又是交不起房貸的，我看着心裡總不是滋味。唉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他現在工作丟了，名聲也臭了，你看，咱們是不是別再追着这事兒不放了？再說了，程燁不是说你那張卡裡本來就充了1萬塊嗎？那是你充了在那兒擱着的閒錢，說到底也就5000多塊錢的事兒，要不你就認一半，2、3千塊錢給他一條活路，也當是給你肚子裡這個還沒出世的孩子積點德。媽，這件事我們先不談誰不慘不慘，若是不是犯錯的保護色，咱們先談一件最基本的事，那張卡是琳琳辛苦1年攒下的年終獎充的，那是她一人的私人財產，她同不同意別人用，什麼時候用，只有她自己說了算。我這不是心疼你們嗎？鬧得滿城風雨的，我是怕那女人回頭真做出什麼極端的事情鬧大，不是因為琳琳不肯退，是因為那個叫周敏的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守規矩。媽，您看清楚了，這是周敏在事發前一天找琳琳借500塊錢的記錄，這是琳琳明確拒絕去做美甲的記錄，還有這一條是美甲店預約記錄，是周敏趁琳琳不在私自報了號，預約了13個人，還專門挑最貴的做。這他沒跟我說啊，他說是琳琳同意了。如果真同意了，他為什麼要偷偷摸摸？為什麼要在群裡慫恿大家挑最貴的，卻一句話都不跟卡主商量？媽，我換個說法，您可能更容易理解。如果您存着養老的存折，被人不打招呼直接刷走5000塊，那人回頭告訴你，阿姨，咱們是熟人，這錢就當你請我了，你條件這麼好，別計較，您能接受嗎？那肯定不行，那是我的養老錢。同樣的道理，您可以心軟，這是您的善良，但您不能抗他人之矛，拿琳琳的血汗錢去您的社交圈裡發慈悲。琳琳的錢是她辛苦掙的，不是拿來給這種人填窟窿的。看着顧程衍一字一頓把那道邊界守得死死的，我心裡原本翻江倒海的躁意竟然奇蹟般的平復了。我第一次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有人和你站在一起比什麼都重要。媽，以後他的電話您別接了，這件事法務和律師會介入。我看着婆婆沉默的樣子，心裡明白，周敏連長輩這條路都走得通，說明她已經徹底瘋了，而這種瘋通常意味着真正的麻煩才剛剛開始。喲，陳家妹子，這是剛給兒媳婦做完湯，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哎，別提了，現在的年輕人啊，書讀得多了，人情味反倒讀沒了。你說我心疼同事家遭了難，勸兩句，兒媳婦還沒開口，我那兒子倒先把法律條文搬出來壓我了。你說的是那美甲卡的事兒？哎呀，我聽說是那女同事先偷刷的錢，這性質可不一樣，性質是不一樣，可那姑娘哭得我心肝顫。我這當婆婆的，多說一個字兒都像是罪人。你說他們是不是太較真兒了？哎呦，你家程衍是做法務的，眼裡揉不得沙子，這日子啊，你們還是少摻和。怎麼，今天反應還是這麼大？聞到油煙味就想吐，也就這口酸的能壓抑啊。周敏媽媽，這周敏是把全家老小都發動起來了，這殼換得夠快的。他知道在我這兒討不到便宜，就開始往長輩身上繞了，這是想拿道德壓力逼我呢。你說的對，人一旦沒了底線，什麼招數都使得出來。喂，媽，您這時候打電話是家裡出什麼事兒了嗎？琳琳啊，那個沒出事，你這會兒忙不忙？媽，有話您直說。那個周敏今天又給我打電話了，他說他現在走投無路了，你把他逼得工作丟了，名聲也臭了。刚才還在電話裡給我發了幾張照片，那是他家孩子的照片，說是孩子的早教費都被催收的扣走了。所以呢？哎呀，他說他不是不想还钱，是真还不起。琳琳，他在那儿哭得快断氣了，說你明知道他難還不肯鬆口。媽雖然知道上次程院說的對，可咱總得給人留條路吧。媽，那您覺得我該怎麼給他留這條路？琳琳，其實
媽心裡也跟明鏡似的。那天程燕把那些證据摆在我面前，我知道是周敏这姑娘不厚道。媽，既然您知道她理亏，为什么还要替她说话？可她在那電話裡哭得實在是太慘了，一口一個阿姨我活不下去了，一口一口我要是出事了孩子怎麼辦？琳琳，媽這心也是肉長的，聽着真不是滋味兒。要不咱們換個法子，你別直接把錢給他，也別說原諒他，但總得給人留條活路了吧？他現在像個瘋子一樣到處打電話，連他親媽都出動了。我是真怕他最後被逼得走投無路，萬一鬧出個好歹，咱家以後這日子還能安生嗎？媽，我聽出來了，您不是覺得他沒錯，您是被他那套萬一我出事的歪理給嚇住了，對吧？媽，這就是周敏最擅長的地方，她從來不會直面自己的錯誤，更不會承認自己處心積慮的算計。她最厲害的手段就是把所有過錯全部撇開，把自己完美包裝成被所有人拋棄的可憐害者，專門盯着您心軟重情面的弱點下手，精準拿捏長輩的善意。您靜下心好好想一想，他今天落到失業負債聲名狼藉的地步，根本不是因為我不肯鬆口不肯原諒，更不是我把他逼上絕路，是他自己的貪婪、自私和不守規矩，從頭到尾都不肯為自己做錯的事承擔半分責任。我這也是為了大家伙的名聲，我就是怕事情鬧得太難看，大家都不好看。媽，您真的想錯了。如果您這次一時心軟，主動替他求情，替我退讓，那您就是親手給他打開了肆意拿捏我們家的口子。今天您心軟拉他一把，下次就會得寸進尺，變本加厲。今天只是5000塊的糾紛，下次呢？知道只要拼命賣慘、哭鬧威脅、拿捏長輩，就能逼我妥協，就能白白拿到好處。那他以後只會越來越肆無忌憚，越來越瘋狂。你說的倒也有幾分道理，是我想簡單了。但他剛剛在微信裡跟我透了個底，說是實在不行，能不能請你們先墊一半，也就是2000多塊錢的事兒。他說他可以寫保證書，以後等他找着工作，一分不少的慢慢還你。寫保證書，墊一半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。媽，您還看不明白嗎？他今天敢張口讓我們先墊一半，明天就會理所應當讓我們墊2/3，後天就會理直氣壯覺得這種無底線的退臧口子，只要一旦打開，就永遠填不上、關不上。我不會答應，一分都不會墊，一步都不會讓。而且，這是我的事，我的權益，我的底線，我也不接受任何人替我做主，替我退讓。林姐，怎麼了？臉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沒事，就是發現有些防線在外面好守，在家裡難防。家裡？哎呀，家裡的事兒最操心了，你還懷着孕，多寬寬心。是啊，對外人可以說不，對親人還得把這不字背後的道理揉碎了講清楚。他現在開始繞着長輩走了，媽在電話裡猶豫的厲害，甚至想讓我們先墊一半。他這是走到死胡同了。周敏很聰明，他知道你和我這兒都咬不動，所以專門盯着媽這種心軟講面子的人磨。那咱們怎麼辦？總不能讓媽一直這麼被他打擾。先別急，他現在最想看到的就是我們內部先亂，只要家裡有一個人被他說動，他就能順着這個縫往裡鑽。這件事不能只靠你一遍遍解釋，他既然想走長輩路線，那我們就把這條路徹底堵死。媽，咱們今天來不是跟您爭对錯的，就是想把這件事徹底講明白。我知道你們嫌我多事，可那周美哭得實在太慘了。媽，您不是多事，您是差點被他當成了工具。您看，他現在不是在認錯，他是在找替罪羊。今天他能找您哭訴，明天他就能拿着您的態度去外面說。你看，連琳琳婆婆都覺得該出錢，到那時候您不是在幫他，是在往琳琳身上潑髒水。他真會這麼幹？媽，他已經在這麼做了，他甚至冒充他媽的名義來加我，繼續造謠。媽，一家人不分太輕是美德，但不能讓外人借着您的心軟來動咱家的東西。琳琳的錢是她辛苦掙的，借不借，只有她能定。換位思考，如果是您的養老錢被人不打招呼刷走5000塊，那人還求着我說你兒子條件好別計較，您心裡能好受嗎？是我想差了，我總覺得他慘，卻忘了他這是在算計咱們家。琳琳是媽處理的不好，以後他再找我，我一個字都不會傳。總算把家裡這道口子堵住了。還沒完，
周敏這種人，長輩這條路走不空，下一步大概率會去找更正式的外力。你是說，居委会、调解室，或者任何一個能靠卖慘和稀泥的地方，他不敢上法院，但他會想辦法利用輿論壓你。那我該怎麼做？從現在開始，所有證據別只留在手機裡，回去我幫你按时間線分類打印。他要真敢去社區，我就讓他知道什麼叫自己把臉送上來給人打。你看，媽發微信過來了。琳琳，意料之中，媽雖然心軟，但她講道理。老公，說實話，看到這條消息，我心裡那根繃了快1周的繩才算真的鬆了。果連家裡人也跟着倒標，那這日子才是真的四面漏風，無處安身。還好咱們家的底氣和安穩一直都在。他能道歉，說明他真正意識到邊界在哪兒了。長輩可以關心咱們的生活，但絕不能替咱們做主。家人的善意要有分寸，外人的難處不該由你来买单。顧律師，你最近普法熱情很高漲啊，隨時隨地在線開課。我這是在幫你重新建立生存法則。老婆，你要記住，你辛苦打拼換來的每一份私人資源，只要是你憑自己能力挣出的，除了你自己，沒有任何人，包括我，包括長輩，都沒有資格替你做主，替你答應借給誰，退讓給誰。你的底線永遠由你自己守護。我以前總觉得低頭不見抬頭見，沒必要把話說得那麼絕，怕傷了大家的和氣。那你現在覺得呢？現在覺得不把話說清楚才更傷和氣。我总想體面的解決，可周敏這種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體面。你越是想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他越是覺得你這海闊天空裡全是他可以撈的魚。有些人根本配不上我的好說話。這就对了，值得維繫的關係，拒絕一次也不會散。拒絕一次就翻臉的，本來就是奔着佔你便宜來的，散了反而是排毒。琳琳，我聽後勤的人說，周敏今天下午去咱們轄區辦事處了，好像在打聽居委會調解的事兒。這女人真是瘋了。看，被你猜中了。她現在發現所有口子都堵死了，終於要去社區鬧了。我就等着她這一步。我們要提前去居委會報備嗎？不用，證據咱們已經按時間線整理好了。她既然想把臉送上來讓我們打，咱們總得給她這個機會。您好，請問是琳琳女士嗎？我是咱們社區辦事處的小張。我是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是這樣，昨天下午周敏女士來我們這兒申請民事調解，說是關於一筆數額較大的個人消費糾紛，牽扯到美甲款項的分擔問題。她情緒挺激動的，希望你能下午2點過來一趟，咱們坐下聊聊。美甲消費款項分擔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下午2點，我會準時到場。林姐，怎麼周敏還不死心啊？都鬧到居委會去了。她不敢去法院，因為她知道自己沒證據。她去居委會是想找個能靠賣慘、靠和稀泥就把我拖下水的地方。可惜，她算盤打錯了。吃点垫垫，你吃碱后容易低血糖，別空着肚子去跟他費口舌。老公，你今天下午那場推掉了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而且這種法盲自投羅網的現場，我必須到場。其實我能應付。我知道你能，但這是博弈，他在試探我們的底線，我們得讓他明白，這底線是一道帶電的高壓網。既然人都到齊了，咱們就開始吧。周女士，你先說說你的訴求。調解員同志，你得給我做主啊！琳琳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我當時真是以為她答应了才带大家去的，可她倒好，故意設圈套讓我鑽。現在我丟了飯碗，欠了一屁股債，她連個驗證碼都不肯給，這不是要把我往絕路上逼嗎？林女士，對於周女士提到的口頭默使和臨時反悔，你怎麼看？調解員同志，她說的沒有任何事實依據。第一，這是事發前1天的聊天截圖，周敏私下向我借款周轉房貸，
一個連500塊都要開口借的人，卻主張我這個債主願意替他承擔5000多元的揮霍，這在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。這是兩碼事。第二，這是我明確拒絕去美甲的聊天記錄，理由是我懷孕6周。第三，這是美甲店店長發給我的確認短信，周敏未經授權擅自報我会員號。第四，這是他當晚在群裡施動大家挑最貴款式的原話，全文沒有一個字提到經過我同意。那是因為你後來反悔了，不能顧及都這麼讲卦了去。你那天在办公室没把话说死，你这就是默认，不然我哪敢带那麼多人去？你現在就是仗着有個當官的老公在這欺負人。周女士，作為盛恆集團的法務負責人，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，法律上沒有所謂的默認承認。你說琳琳默許，那請問你有錄音嗎？有文字授權嗎？有他說你可以帶13個人隨便刷的截圖嗎？這種事不都是心照不宣嗎？心照不宣？不，這叫自欺欺人。反過來，我們這裡有他拒絕消費的鐵證，你不僅是冒用他人，更是試圖通過社區調解來完成你的非法侵占目的。如果周女士執意要通過傳播這種被逼無奈的謠言來博取同情，我們會立刻申請名譽權訴訟。周敏，你可以試試，到底是那5000塊錢重，還是法院的傳票重？周女士，這件事的情況已經很清楚了，林女士提供的證據鏈非常完整，而你所謂的默許完全沒有證據依據。我們居委會調解是基於事實和法律，建議你還是盡快籌錢，把你同事的欠款結了。周女士，看來這場情面你也沒撿起來。記住一句話，想要別人為你的虛榮心買單，至少得先問一句同不同意。沒經過允許，私自動用他人財產，那不叫人情世紀。你們兩口子合起夥來欺負我一個沒工作的女人，你們心怎麼這麼狠？不是我們心狠，是你貪得無厭。程燕，琳琳，刚才我那侄女又發微信說想借琳琳的美甲卡去做個護理，還說琳琳現在生完孩子肯定還沒去退。借什麼借？那是琳琳自己的私人儲值卡，不是大風刮來的，也不是共用的。想做你就自己花錢去辦，以後別老惦記別人的東西。媽，您這回拒絕的可真乾脆。吃一嚐長一智嘛，這人與人相處的界限啊，我還真跟你們學會了。程燕，看周敏現在的樣子，我以前還會覺得是不是太狠了，可現在看着孩子，我才明白，如果我不立住那個邊界，我也守不住這份安穩。善良如果沒有鋒芒，那就是軟弱。是啊，真正的成熟是學會拒絕，學會自保。有些虧，吃一次就夠了；有些人，認清一次也就夠了。